兄弟们，7500块已是电脑的顶配，没必要追求什么1万2万的电脑。那个价位再往上啊，就有点智商税了。它就不是1分钱1分货，可能是1分钱0.8分，甚至半分货了。当然啊，显卡4090除外，那是显卡当中最具性价比的。以我这台电脑为例，换成帕鲁 4K 分辨率，全高特效，最高145帧，平均103帧。CSGO 2 4K 分辨率，如图特效，平均137帧，最高212帧。使命召唤战地 4K 分辨率，如图特效，平均115帧，最高121帧。而且我作为 UP 主，应该是最需要顶配电脑的，因为我不仅需要玩游戏测性能，我还需要剪片子出视频。但是我认为7500块的电脑已是顶配，无需再上。除非你是真的炼丹从业者或者粉丝做到了100万200万，但是那个时候你10有89就不是状态 Windows 的 PC 了，而是 Mac Studio 或者是 MacBook、Mac Pro 了。此外，如果你只是玩腾讯全家桶，这套2000以内的配置就能满足你的全部需求。它可以做到 1080P 下瓦洛兰特最高特效，帧率最高469帧 ，Apex 全高160帧，帕鲁低特效120帧。我的这台主机是 12700K 加3080，配件主要是这两个大头。12700K 现在是拼多多1600块钱的散片，你要是有券1500多就能拿下。现在的性价比不如13600。3080目前没有全新的，二手价格在3200左右，3000品牌甚至只需要3000左右。大家可以看一下CPU 和显卡天天图。这两个设备绝对是在消费级市场上前20%甚至10%的位置。如果你和我不一样，你不需要做视频，只是个打游戏的 A 卡，相同性能，价格还能更便宜，来到7000块的价位。我的主板是微星的 Z690 刀锋钛和技嘉的 Z790。我如果不是为了要 PCIe 5.0 的 M2 接口，我甚至都不会换主板。我这款是全新公包1300。如果你买基础款的 Z690，甚至 B660、B760，甚至杂牌一点的 Z690。价格都能控制在800以内，功能一个不少，只是接口少了点罢了。内存我用的是金百达 DDR5 6000赫兹 64G， 之前是4根海盗船的 DDR4 3200，也是 64G。如果你需要剪视频，一个大内存是肯定要的。你现在用 A1 渲染视频，别说 64G，128G 也给你吃完。你要是打个游戏，2个8G 组个双通道就可以了。比如我之前买的2根9核 DDR4 8G 3200频率才164。如果你想要高频，比如4000赫兹的2根200多就足够了。硬盘的话，我是4根固态，每块固态的用途不一样，一根闪电 1T 做系统，一根幻影的2T 做游戏盘，一根 WD 的 SN850X 1T 作为剪视频，一根三星970 EVO Plus 做视频代理。如果你是普通玩家，我建议你买一块好的 PCIe 4.0 或者5.0的固态做系统，1T 2T 都可以。虽然现在固态全面涨价，基本上1T 在300多不到400，2T 在600多到700块钱。电源我的是80 Plus 金牌的海盗船 CS850M， 但是这个电源很老，我是非常不推荐的。大家随便买个大牌子的电源就可以了，只要是正品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电源的水很深，我也不好推荐品牌或者型号。你可以根据你的显卡加 CPU 的 TDP 再加100瓦选电源就可以了。CPU 散热器我的是泰坦 A080， 但一个某名的360太吵了，影响我干活，我就给它换掉了。泰坦 A080 可以在室温22度的情况下，把我的180瓦的 12700K 压制到63度。兄弟们，这可是63度啊！我上一个某名的360水冷同样全合 5.1， 它可要87度。位置还是刚换的利民 TF7， 暴降24度，真他妈恐怖。这主要是因为泰坦 A080 它的散热效能很强，风扇最大转速比正常的要高，它是每分钟2500转，水泵的转速也要高一些在2700转左右。全速状态下，散热器正上方的噪音在66分贝左右，机箱旁人为的噪音在53贝左右。在开启静音模式下，转速只有 75%， 也是可以把 U 炸至在65度左右。待机状态下，噪音只有31到34分贝左右，没有超过34。人为的噪音更低，在30左右徘徊。我玩游戏的时候，噪音甚至没有我的空调大。我在玩 Apex、CSGO 的时候，开盖噪音在40到50之间徘徊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放在这里，噪音会更低。室温22度的情况下，默认待机可以到24度。即使抛开性能不谈，泰坦的 A080 颜值我也是非常满意的，白白净净，很漂亮。至于你是选风冷还是水冷，我在这期视频给出了我的解答，大家感兴趣呢可以看一看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为了更高的颜值、更炫的灯光、更低的温度，满载状态下的噪音更低，你选水冷是值得的。当然，你的 CPU 在500块钱以下，我建议是风冷，因为价格便宜，压得住。机箱的话，我自己的是微星的刀锋，因为当时是和微星的主板一起买的，价格是300多，质量非常棒，非常敦实，超级沉。机箱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是看颜值。你觉得海景房好，你就买海景房；你觉得鞋盒是你的归宿，你还能省点钱把它放进鞋盒里。
至于发光的风扇，这属于可买可不买的东西。如果你是为了颜值、灯光和改善散热的话，我觉得利民的这一款就很不错，支持 ARGB 还比较便宜，只要14块钱。我当时是一口气买了5个，都不要100块。也就是说，你买我同款的电脑也只需要8200块钱，这还是除显卡之外全新的配件。你要是盖一点，只需要7100块，我再给你留出500块钱的溢价和外观装饰，也就7600块钱，这也是除显卡全新的价格。兄弟们看到了吧？只需要7600块钱就可以和我买到性能一致，甚至比我现在成色还要好的主机。我说一下我玩游戏的体验，幻兽帕鲁 4K 分辨率，如图全高特效，最高145帧，平均103帧。CSGO 2 4K 分辨率，如图特效，平均137帧，最高212帧。赛博朋克2077 4K 分辨率，如图特效，平均131帧，最高190帧。Apex 4K 分辨率，如图全高特效，平均118帧，最高160帧。使命召唤战地 4K 分辨率，如图特效，平均115帧，最高121帧。远光84 4K 分辨率，如图特效，平均225帧，最高254帧。这还是在开启游戏加的情况下，真实游戏场景你的帧数比这个还要高一些。所以这个价位它已经可以做到 4K 分辨率全高特效下通吃所有游戏，基本都可以跑到100帧以上。降低特效它能跑个150到300帧左右。当然你用3080同价位的 AMD 显卡也可以做到更高的帧数。如果你只是一个游戏玩家，我是比较推荐 AMD 的，这样你的预算还能低一些，只要保证电源冗余足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炼丹或者剪视频的话，我是推荐英伟达，毕竟这个生态被它的CUDA绑定了，所以7500块钱的电脑也是顶配，没有必要追求过高性能，这已经是最高的了。也不要有性能焦虑，2000块钱的主机就能让你玩腾讯全家桶玩得非常好，5000块钱的主机可以在2K 分辨率下通吃所有游戏，8000块钱的主机你就可以已经通吃4K 分辨率的游戏了。你的电脑又是多少钱呢？我的老伙计。